我成了恐怖副本里的孤儿院院长。浑身焦黑的小鬼伸出手，我打开他的手，把手洗干净再吃饭。漂亮小女孩掀开自己的头皮，我给她绑好辫子，这多好看，别再扯掉了。调皮小男孩把自己的头当球踢，我踢了回去。老师以前是校足球队的，要不要一起玩？恐怖副本拉人进去，观众付费观看直播。我第一次进去，抽到了孤儿院副本。观看直播的人都盯着电子屏幕发表评论，大家都很关注孤儿院副本。天哪，这个副本不是因为团灭好多次被关了吗？现在怎么又开了？而且这一波里面还有新人，这个新人看着弱不禁风，太惨了。我抽到的角色是孤儿院院长。孤儿院院长，这不是那个开局必死的角色吗？新人好惨，我赌他30分钟之内玩完。这个角色没有撑过第3个任务的。观众们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开了赌盘，赌新人多少分钟死。每次进新人，黑市都会开赌盘赌这个新人能不能活过第1个副本。不过我这个副本和角色比较特殊，因为没人相信我能活过第1个副本。这里是温馨孤儿院，大家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的宗旨是爱与和平。随着机械的电子音传来，场景切换，孩子们的欢笑声传来，我的脖子上多了一个院长工作证。院长，院长，院长，快来玩啊！几个小孩子拉着我的手到院子里，孩子们的手很凉。我的耳边传来任务提示音。任务1：老鹰抓小鸡。老鹰抓小鸡是一款适合小孩子的温馨游戏，你在其中扮演母鸡，小鸡的妈妈，不能被老鹰抓住，坚持时间30分钟。提示：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无法成功完成会导致死亡。这不是很简单吗？我小时候可是老鹰抓小鸡高手。我张开双臂，拦着前面那个皮肤黝黑、扮演老鹰的男孩子。我的身形灵活，左右横跳。很快，因为抓不住我身后的小鸡，那个男孩开始逐渐暴躁。我看到那个男孩身上黑色的皮肤开始脱落。屏幕之前的付费观众纷纷开始预言，对，就是这个小鬼咬死了好多个院长。虽说是老鹰捉小鸡，但是恐怖副本怎么可能真的认真玩？新人玩的还很投入的样子，没眼看了。院长被咬死之后还会被做成院长玩偶，这群孩子真的恶趣味。男孩脸上的皮肤全部剥落，他张开嘴巴，不管不顾地冲我撞过来。警告，玩家面临生命危险！警告，玩家面临生命危险！耳边的电子机械音吵得我头疼。而且老鹰抓小鸡是这么玩的吗？妥妥耍赖！你耍赖，那我也耍赖好了。我抓住男孩的衣服，嬉笑道：抓住你了，轮到你当母鸡，我当老鹰了。小男孩的动作僵住了，似乎不是很理解。我扒开后面抓着我的衣服的小朋友的手，站到了对面，顺便拍了拍小男孩的肩膀，赶紧的，别被我抓到哟。我做事要抓他后面的小鸡。男孩下意识地拦住我，后面的小朋友也纷纷抓住了他的衣服。男孩张开焦黑的双臂，反复阻拦我的侵袭，他的皮肤渐渐长了回来。还有这种操作？难不成这才是正解？我记得上一个在老鹰抓小鸡里活下来的人，好像用道具把男孩给炸死了。还有个大佬用道具把男孩嘴给封住了。男孩的皮肤又长了回来，他站在小朋友们面前，发出哈哧哈哧的声音。或许这是男孩的笑声吧。耳边传来电子提示音：老鹰抓小鸡游戏结束。我停下来了，男孩停下来，疑惑地看着我。我拍了拍男孩的肩膀，休息会吧，你干得很好，你保护了你背后的小鸡们。小男孩腼腆地笑了笑。人高马大的生活老师过来喊孩子们去吃饭了，他看起来挺彪悍的。我松了口气，靠着墙喘气。累死爹了，这群小鬼体力太 TM 好了。耳边又传来电子提示音：发布新任务，孩子们吃午饭时间到了。作为院长，你要确保孩子们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能挑食。提示：本任务为非限制性任务，成功完成将会获得系统奖励。就不能让我歇会吗？好吧，作为院长，我得对孩子们负责。我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到食堂。生活老师正在给孩子们打饭，我看到他打饭也是荤素搭配，估计也是有这个任务。那个焦黑小男孩貌似是个刺头，他指着蔬菜说：我不吃蔬菜，我吃不饱，我要把蔬菜换成肉。壮哥居然抽到了这个副本，这个小鬼完了，壮哥手上的道具足够杀10个这种小鬼。壮哥武力值应该在玩家里属于不错的了吧，不知道这次他能不能打出奇迹。问问屏幕前面各位家人，杀了这个小鬼算是完成任务吗？生活老师粗声粗气地说：必须吃，没得商量。小男孩又开始蜕皮，龇牙咧嘴的想要扑向生活老师。生活老师不耐烦地掏出了一个刀状物。我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小康啊，院长的荤菜给你吃，不过蔬菜也得吃。这些小孩子的名字会自动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毕竟院长需要知道每个小孩子的名字。小康缩回脖子，瞪着黑亮的眼珠子看着我，目光中有着小动物的警觉。我从生活老师手里拿过勺子，给他多加了1份肉，跟他说：快去吃吧。小康看到2份肉，开心地笑了，露出一口大白牙，端着盘子走了。生活老师的动作顿住了，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壮哥惊讶了。
壮哥一直武力打副本，但是有时候理解能力确实跟不上。壮哥打本套路就是没有套路，一般是可以破坏的就不会保留。新人牛掰呀，居然给忽悠走了。生活老师手上的刀状物消失了，我看到他的工作证上写着名字刘二壮。我对生活老师温和地说，刘老师，小朋友生活区域不要出现管制刀具，防止误伤哈。刘二壮皱眉道，知道了，知道了。饭菜正好打完，轮到我确实是没有荤菜，只有素菜。分完饭后，我和刘二壮也打好菜，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吃。小康吃完2份荤菜后，盯着素菜发呆。刘二壮忍不住催促，你吃啊。小康坐着不动。刘二壮冷笑一声，你赶紧给我吃。小康瞪着刘二壮，伸出焦黑的手抓向刘二壮的脖子。刘二壮又掏出刀状物，我一巴掌拍到小康伸出来的手，你刚刚吃肉弄脏了手，赶紧去洗手。小康委屈地看了我一眼，跑过去洗手。水龙头里的水冲在小康焦黑的手上，发出呲啦呲啦的声音。我微笑着冲着小康招手，小康，老师吃一口，你跟着吃一口好吗？我们比赛谁吃得快。刘二壮冷笑了一下，你以为这样有用？我也觉得没有用，又不是真的小孩子，新人还是太天真了。可是这个鬼好像真的很听院长话呀。小康看了看我，一张小脸漆黑，看不出表情。我咬了一口胡萝卜，对着小康说，到你了。小男孩沉默了半天，也吃了一个胡萝卜。我去，真的有用。我们看的是恐怖游戏，结果你给我看养成游戏吗？差评，退钱。可是我觉得好看啊，我爱看。刘二壮早就吃完了，默默看着我们吃。然后他似乎又饿了，又吃了3碗饭。恭喜玩家完成任务，任务奖励，前置道具，可以前置非自然生物3分钟，部分不可用。提示，该道具为可携带道具，此场副本不用，可以携带到下一个副本。弹幕议论纷纷，我去。第一次见有人真的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奖励不错呀，关键时刻可以保命啊，不过估计对 BOSS 没用吧，这个奖励。吃完饭后，生活老师去洗碗，我带着孩子们去教室上课，把孩子们交给任课老师，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一会。办公室挂着孩子们的合照，只不过孩子们表情空洞，合照下面堆着很多纸盒子，还有教学工具。纸盒子堆在这里有点浪费了，算了，我来变废为宝吧。我拿起纸盒子，开始用纸盒子制作奥特曼模型。请问这是任务的一环吗？他居然在做奥特曼模型，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太无聊了，我不如去看壮哥洗盘子。哈哈哈，我刚去看了，壮哥摔坏了盘子，被食堂大叔追杀，掏出道具刀了食堂大叔。弹幕沉默了，壮哥把食堂大叔刀了吗？一手凉凉送给新人和壮哥。为何？食堂大叔这个 NPC 每天更新一次，没了食堂大叔，没有饭菜，晚上这群小鬼会暴走的。我当然不知道我手底下的生活老师干掉了我们温馨孤儿院唯一的食堂大叔，不过我确实听到教室那边有一声巨响。我走到教室门口，看到教室的玻璃碎了，碎玻璃中躺着一个脑袋。任课老师淡定地继续讲课，我走到碎玻璃中间，捡起那个脑袋。孩子们齐刷刷地扭头看向我，身子倒是都面对着黑板。一个身子从教室后面走了过来，我手上的脑袋睁开眼睛，眼珠子转了一圈，然后盯着我的脸。嘤嘤嘤，我害怕。新人心理素质好强，还好啦，都是小场面。不过之前看这个副本都没有这个情节，之前玩家都在院长办公室认真翻找各种能够活下去的线索。身子从我手上接过了自己的脑袋，装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准备回座位。我拦住了这个男孩，问道：小亮，你的脑袋怎么会在教室外面啊？是你撞坏了玻璃吗？小亮面无表情地看着前面的路，眼珠子一动都不动。我看到男孩小腿肌肉发达，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我问他：你喜欢踢足球吗？小男孩的眼珠子动了动，眼中有一丝微光，他点了点头。下课铃声响起，我看了一下课表，下节课是体育课。我们孤儿院总是带着孩子们玩一些乱七八糟的游戏，却没带他们正儿八经体育运动。决定了，下节课踢足球。正好我之前是校足球队的，我会踢球，我可以教他们。小亮肯定也是因为没人陪他踢球，才会在教室踢球。我温和地摸了摸小亮的头，小亮啊，踢球是好事，但是踢球只能在操场踢，不能在教室踢，伤到其他人就不好了。我大声宣布，孩子们，下节课我们一起踢足球。带着孩子们到了操场，我问小康，你知道足球放在哪儿吗？小康摇摇头。孩子里面最漂亮的那个小姑娘嘎声嘎气道，老师，我们没有足球。这个小姑娘好像叫小雪。我尴尬的脚趾抠地。我们孤儿院这么穷吗？小亮默默地拿下自己的头，老师，用这个吧。我掂量了一下重量，确实可以。我确认道，真的可以吗？小亮。小亮的头在我手上点了点。刘二壮老师看到我们在踢球，表情十分震惊。我这才想起来正事，对着刘二壮说，刘老师，教室那边玻璃破了，你帮忙打扫一下吧。刘二壮冲我比了个中指，走了。哈哈哈哈，新人在指挥我们壮哥。
壮哥，老子要你管！壮哥的表情，哈哈，笑死我了。小亮踢球踢得很开心，我在他脸上看到了几分笑意。下课后，我洗干净小亮的头，小心翼翼地放回小亮的脖子。我拍了拍小亮的肩膀，记住，别在教室踢球了，我们没钱修玻璃。到了吃晚饭时间，我带着孩子们去食堂，却发现食堂什么菜都没有。食堂工作人员不知所终，孩子们表情逐渐阴霾，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我很愧疚，我的孩子们饿肚子了。孩子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念叨着肚子饿了，向我和刘二壮走了过来。警告：由于玩家清除 NPC， 导致小朋友魔化。耳边响起电子提示音，我摇摇头，什么魔化，不过就是肚子饿了，控制不住自己罢了。谁肚子饿了还能好好坐着呀？我撸起袖子，事到如此，只能自己做菜了。刘二壮掏出一把巨大的菜刀，表情严肃。看来刘二壮老师也准备帮我做菜，太好了！我从后厨拎出来一只大鹅，扔给刘二壮，杀了，拔毛，我要做铁锅炖大鹅。那只大鹅对着刘二壮嘎嘎叫着。刘二壮看了看大鹅，又看了看面前的孩子们。我喊了几个认识的孩子，小康带几个孩子去淘米，小亮带几个孩子去后院拔几个萝卜，小雪带几个孩子去后院摘菜。刘二壮和孩子们面面相觑。我拍了拍巴掌，快，快，快，动起来！这是今天的劳动教育课程。小康和小亮最先动起来。小雪看了看刘二壮手上的菜刀，也走了，只留下刘二壮泄愤般的用菜刀砍向大鹅。大鹅发出一声惨叫，没眼看了，我去切葱姜蒜好了。折腾了半天，总算开饭了。孩子们吃得很香，我看着也开心。刘二壮还跟孩子们抢肉吃，被我拍开了手。我夹了一块萝卜给他。我好奇地问刘二壮：“你知道食堂那个做菜的大叔去哪儿了吗？”我感觉天天做饭还挺费力，不过实在不行，也只能我自己上了。刘二壮默默咽下了那口萝卜，低头趴饭不说话。笑死，壮哥沉默了。我感觉我不再看恐怖副本，我在看做饭综艺。如果去除杀鹅环节，还有那些小朋友奇怪的样子，我觉得很治愈。我在吃饭，我觉得很下饭啊。悠悠们，吃饭后，我把孩子们送去睡觉，总算可以休息了。第二天清晨，我是被电子机械音吵醒了。新任务，喊孤儿院的小朋友们起床。提示：该任务为非限制性任务，成功完成将会获得系统奖励。什么奖励不奖励？喊他们起床，是我这个院长应该做的。我飞快地刷牙洗漱穿衣服，跑到了宿舍区。生活老师刘二壮已经在那里了。我还是太慢了，下次要定个闹钟。新人大概不知道，恐怖副本最好不要睡太沉。第一次见恐怖副本睡这么香的。我们分头喊孩子们起床，我去喊女生，刘二壮去喊男生。我走到女生宿舍，大家都已经自觉起床了。不过小雪还在床上趴着睡着，从后面只能看到一头秀丽的长发。我拍了拍小雪的肩膀，喊道：“小雪，起床了。”前方高能提示。小雪暴躁地嗯了一声，扯了扯自己的秀发，秀发被连着头皮扯了下来，露出脑袋里的白色脑浆。啊啊啊！弹幕护体，感谢高能。一头长发越长越长，根根分明，戳向我的胸口。系统使用道具控制头发3分钟。我拿出准备好的橡皮筋，我本来就准备喊他们起床之后给他们梳辫子的。现在小雪的头发在空中飘着，根根分明，非常方便我编辫子。新人在做什么？新人在编辫子。为何如此诡异，还透着一丝搞笑？新人就这么把道具用掉了，用完不应该赶紧跑吗？小命要紧。凉了，凉了，新人凉了。3分钟到了，我已经编好了一头漂亮的辫子，并且把头皮放回了小雪的后脑勺。小雪的头转了180度，龇牙咧嘴地看着我，然后她看到了自己的头发。我掐了掐小雪的脸，早上好，小雪，老师给你梳好头发了。小雪看了看自己的辫子，跑到孤儿院的镜子那边照了照。我给小雪拿出衣服，笑着说：“小雪，你这么漂亮，可别随随便便把头发扯乱了。”小雪娇羞地笑了笑，娇声娇气地说：“知道了，院长。”天哪！我记得小雪是这群小鬼里面武力值最高的，当初有大佬用了3个道具才勉强干掉小雪。小雪，你就这么被攻略了？你醒醒啊，你是个病娇啊！我带其他孩子洗漱的时候，听到了任务完成的提示。恭喜玩家完成任务，任务奖励时间回溯3分钟。提示：该奖励仅限本副本可以用，仅限于单个人身上的时间回溯。时间回溯听起来还不错。我去，时间回溯这个奖励有点 bug 呀，不是一般的奖励，相当于扭转时间了呀。仔细想想，这个是 bug 级别的副本， bug 级别的奖励，没毛病。而且这个奖励有很多限制啊。我出来的时候看到刘二壮带着孩子们已经出来了，刘二壮还有点脸红。我去，刚刚发生了什么？壮哥这是脸红了。我刚刚从壮哥视角那边回来，咱壮哥被小孩子亲了。新人的奥特曼这么有用，
看来刘二壮老师教孩子教得挺顺利，那我也放心了。早上，我怕刘二壮老师应付不来熊孩子，把我昨天做的奥特曼模型给他了。我跟他说，你就说第一个洗漱好的奖励奥特曼，保证男孩子们比兔子还快。看来他们确实挺快。食堂大叔又回来了，我们顺利吃完早饭。系统再次发布任务，发布新任务：捉迷藏。捉迷藏是一款老少皆宜的小游戏，能够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你和生活老师扮演人，孩子们扮演鬼。躲藏时间30分钟，请在游戏时间内不要被找到。提示：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无法成功完成会导致死亡。所以这个副本的限制性任务是玩各种游戏吗？楼上答对了，明天是丢手绢 ，BOSS 要出来了。不要剧透。我同情地看了一眼刘二壮，他太大只了，很容易被找到。孩子们在院子里数数，数数期间，我和生活老师要躲好。我拉着刘二壮往宿舍区走。刘二壮很不耐烦，干嘛呀？我问他，你知道捉迷藏的精髓是什么吗？刘二壮摇了摇头。我向他传授经验，动态平衡。刘二壮不明所以。我说，就是不能躲在一个地方一劳永逸，一定要时刻观察对手，根据对手的位置转移位置。而且我们现在是被孩子们崇拜的大人，不能被抓到，不然会折损我们的威严的。刘二壮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院长，我跟你混。咱们去哪儿？壮哥被洗脑了。可是新人真的很有魅力，我也想跟院长混。我之前看了好多次这个副本，捉迷藏貌似无解，躲在哪里都会被找到啊。我带着刘二壮来到学生宿舍1楼的传达室。据我观察，这个传达室有个窗户可以通向外面，等孩子们都进来，我们就翻出去到宿舍外面。我和刘二壮在传达室蹲着，观察着院子里的情况。那些孩子数了好久，我蹲的腿麻了，刘二壮直接躺在地上，院长有情况喊我。我踹了他2脚，孩子们数数结束了。刘二壮蹲在了我后面，孩子们数完数，面向我们这个方向走了过来。我和刘二壮屏住呼吸，蓄势待发。然后我发现孩子们在宿舍前面的空地停下来了。小雪画了格子，小康带着孩子们排队玩起来了跳格子。有些孩子不想排队，小亮带着他们踢毽子，这个毽子还是他自己的头。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阿维，这群孩子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在玩捉迷藏？还有玩捉迷藏的时候被遗忘更加伤人心的吗？我不服气，我要出去。刘二壮拉住了我，院长别冲动。我很生气，你看看这群孩子已经忘记了我们，没必要躲了。刘二壮无奈地说，院长还没到时间，我们在这边玩30分钟再出去教训那群兔崽子，行吧？哈哈哈哈，笑死我了。第一次看到壮哥劝人别冲动，新人是真的用心捉迷藏，用脚刷副本。刘二壮问我，院长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吗？我看了看我的孩子们，跟刘二壮说，你知道吗？小孩子是能分清楚好坏的，也很容易依赖大人的，哪怕他们刚刚认识我们。刘二壮点点头，院长你没回答我的问题。我怎么知道答案？小孩子的心思你别猜。刘二壮说，院长就算孩子们很喜欢我们过2天就得走了。我疑惑道，为什么？刘二壮说，你没看角色卡后面的细则呀，这个副本时间是5天。是吗？好不舍呀。这群孩子知道找到了院长他们就会死吗？孩子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我是来看刺激的，不是来看相亲相爱的，换个副本看了，拜拜。我爱看。滴滴滴，系统检测到未知异常，本场任务作废。耳边传来电子提示音，看来不需要躲藏了。我和刘二壮走了出去。我沉着脸，想要问问他们为啥不好好玩捉迷藏。小雪跑了过来，扬起小脸喊我道，院长，院长，要不要一起跳格子？小雪的手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是凉的，但是神情鲜活了很多。小亮拉住了刘二壮的胳膊，老师，老师，我们去玩奥特曼吧。我和刘二壮对视一眼，本来想出来兴师问罪，可是现在好像不忍心了，陪他们玩玩吧。耳边传来滋滋滋的电子音，我忍不住捂住耳朵，随后传来了冷酷无情的电子音，补救未知异常，提前进入天黑。刚刚还晴朗的天突然阴了下来，周围突然开始刮风，小雪打了个寒噤。我蹲下来搂住了小雪的肩膀，夜幕被突然拉了下来，替代了原来的白天，黑夜骤然降临。天空中升起一轮红色的满月，周围一颗星星都没有。发布新任务，丢手绢。丢手绢是十分适合孩子的小游戏，能够培养孩子的应变能力和社交能力。你和生活老师将带领孩子们玩丢手绢游戏。提示：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必须进行，但是没有时间限制。我怀抱里的小雪表情突然变得呆滞，挣脱我走向操场。小亮也向操场方向走过去，两个孩子的眼珠子都泛着诡异的红色。我和刘二壮跟在两个孩子后面，孩子们在操场围成了一个圆圈，表情呆滞，一动不动地坐着。刘二壮低声道：“要小心了。”我们两个坐到了圆圈的2个空缺处，孩子们哼起来了丢手绢的音乐，丢丢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歌曲唱到第3遍的时候，还是没有人动。丢手绢不是应该有人在后面拿着手绢转圈吗？这不合理。我喊了旁边的小雪的名字，小雪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了，我念起来了《金刚经》，用魔法对魔法。第一次见人在恐怖副本里念经，念经有用，还要我的大锤做甚？歌声减弱，小雪似乎清醒过来，拉着我的袖子问院长：“我们唱几遍歌呀？”我不记得了，3、4遍吧。小雪尖叫一声，她还是出来了。我刚想跟小雪说她这样尖叫不淑女，背后传来了细细的声音。我转过头，看到背后有一个类似婴儿的巨大生物在爬行，肚子上还拖着脐带。说它是婴儿吧，可是它比刘二壮和我加起来还大，通体紫色，肩宽体盘，肩膀上连着4只手。哥哥姐姐，你们就这么做任务的？他们怎么还活着呀？嘻嘻。巨婴张开嘴巴，一口尖锐的牙齿。小雪站起来，挡在我面前，你别过来。巨婴依旧爬了过来，伸出一只胳膊袭向我。小雪用头发缠住了这只胳膊，巨婴用另外几只胳膊伸向我。小亮和小康也过来，3个孩子从3面挡住了巨婴的胳膊。可是我们在巨婴面前无比渺小。嘻嘻，哥哥姐姐，你们真的能拦住我吗？你们忘了吗？我才是父亲最爱的孩子。几个孩子咬紧牙齿，寸步不让。哎呀呀，什么时候我沦落到要小孩子保护了呢？我可是他们院长来着。刘二壮趁机从后面跑了。壮哥去做什么了？壮哥永远正面刚的男人居然跑了，这不科学，我壮哥不会这么怂。我叹口气，用夹子音道：“宝贝，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不是没有名字啊？”巨婴的名字没有在我脑海中显示，可能是没人给他取名字。巨婴摇了摇头，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不听。我继续好声好气地说：“院长可以给你取名字吗？叫你安安好不好啊？”安安，院长第一次见你，没来得及准备见面礼，只能给你唱歌了。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摇篮摇你，快快安睡。夜已安静，被里多温暖。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爱你，妈妈喜欢你。一束百合，一束玫瑰，等你睡醒，妈妈都给你。小雪带着孩子们一起跟我唱摇篮曲。巨婴打了个哈欠，然后用一只手抹了一把脸，嗷嗷呜呜。巨婴发出啼哭声，眼角还有一滴红色的泪花。我张开怀抱，无比真诚地说：“安安，到妈妈怀里喝奶好吗？”刘二壮此时已经跑了过来，脸上还有些泥印，他把刚刚从后院母牛那里挤的奶递给了我。笑死，你们不知道，刚刚壮哥和奶牛打了一架。壮哥滑铁卢，被奶牛踩在脚下。壮哥，恐怖副本高级玩家，败于家养奶牛。巨婴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舔着桶里的牛奶。我摸着巨婴的头道：“安安乖，妈妈在这里。”巨婴喝得差不多了，含糊不清地说道：“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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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巨婴的4只胳膊抱着我往上丢，小雪的头发接住了我。巨婴喝完就睡着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驯兽大法。我发现院长擅长驯服一切生物，从孩子到壮哥到婴儿。唉，有点舍不得新人死了，可是这是个必死的本啊。为什么？求解。他要回来了。谁要回来了？小雪站在我旁边，表情有些小纠结。我搂着小雪的肩膀，怎么了？小雪，有什么事情啊？小雪说：“院长。”小雪的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妈妈？”我笑了，当然可以了。院长妈妈。旁边的孩子也围着我叫道：“院长妈妈。”孤儿院大门的风铃声响起，院子里的柳树无风自动。一个低沉的男音响了起来：“孩子们，我回来了。”爸爸 ，Daddy， 父亲。刚刚还围绕在我旁边的孩子们瞬间抛弃我，向着声音的方向跑过去。一个穿着衬衫西裤的英俊男人站在孤儿院门口，小雪抱着男人的大腿撒娇，小亮、小康也围着男人叽叽喳喳。他的笑容优雅可亲，可是我却莫名浑身发冷。我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压迫感，以及一种被血脉压制的恐惧感。恭迎邪神，居然是邪神本人吗？所以杀掉再多小鬼都不管用，邪神秒杀一切，然后复苏那些小鬼。副本直播间突然涌现大量观众，恭迎邪神，特地卡点来看邪神。孤儿院终于重开了，邪神威武，我邪神大大太帅了。我身后的刘二壮颤抖成了筛子。男人似乎觉察到了我的目光，抬脚朝着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孩子们跟在男人后面。刘二壮承受不住压力倒在了地上。男人对着我们十分礼貌地说：“初次见面，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孩子们。”我按下颤抖的手，回答道：“没事，应该的。”
男人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他转头温和地对小雪说：“玩够了吗？小雪，杀了他们。”就仿佛在说小雪，我们一起来吃饭那样随意。小雪迟疑不前。男人蹲下身子摸了摸小雪的头：“你不是最听爸爸的话的吗？小雪，我帮你们复仇了，你们不应该听我的吗？”小雪带着孩子们向前走了几步，看了看我，摸了摸头上的辫子，依旧犹豫不决。我看出来了，这个男人动动手指就可以杀我，但是他不想自己动手，他在体会支配的快乐。我也柔声劝道：“小雪，不要听他的，你只需要听从你自己的内心。他这是道德绑架，他帮你复仇是他的事情，你没必要因此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男人扫了我一眼，对着小雪的耳边轻声说：“你很喜欢院长妈妈吗？”小雪点点头。男人眸子中升起一丝为难：“可是院长妈妈过2天就要走了，你知道吗？只有把她做成标本，她才会永永远远地陪着小雪。这是什么鬼畜理念？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暂时屏蔽了自己的恐惧，我的承压能力向来很好。我对着男人骂道：“你在瞎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妈妈？妈妈会动的，是会笑会照顾人的。你说的标本是什么东西？小孩子光有标本就够了，那还需要哺乳动物干什么？”男人惊讶地盯着我，随即笑了：“你想一直当他们的院长妈妈吗？”我不太理解男人的意思，什么意思？男人盯着我的眼睛说：“你变得和他们一样，你就可以一直当他们妈妈了，你愿意吗？”邪神又在蛊惑人了，变成鬼吗？那不是还是得死？就是死了之后变成副本的 BOSS 之一吧，只有邪神有这种能力。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小雪拽了拽住我的衣角：“院长妈妈留下来吧。”男人说：“你会拥有非自然的强大力量和不死之身，比这些孩子更加强大。”我没有回答，转而面向孩子们。我问孩子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爱吗？”孩子们一脸迷惑。爱不是占有，是成全，是放手，是希望对方过得好。我很爱你们这群孩子，但是我不可能因为这个放弃我自己，那样我也就不是我了。我问男人：“你又是为什么开这个孤儿院呢？”男人轻笑：“当然是因为我爱这些孩子了。”我盯着男人的眼睛，寸步不让：“你是不是很孤独呢？你希不希望他们过得好呢？你替他们报仇，给他们居住地，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充满怨气呢？你问过他们想要什么吗？为什么作为爸爸，你总是不陪在他们身边呢？”这群孩子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恶鬼，徘徊原地必然是心愿未了。之前差点伤人，也是怨气未消。男人对着孩子们问道：“你们想要什么？”小雪低头不语，然后抬头道：“小雪希望爸爸和院长妈妈陪小雪一起做标本。”小亮把自己的头安在脖子上，小亮希望 Daddy 和院长妈妈都陪小亮踢球。小康摸了摸自己的脸，小康希望父亲和院长妈妈陪小康吃饭。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出自己的心意。刘二壮虽然还没能从地上爬起来，但是仍然插嘴道：“你们不想让刘老师做什么吗？”小亮，你不是早上说最喜欢刘老师吗？小亮一时语塞，尴尬到差点把头拔下来。小雪赶紧帮忙道：“小雪希望刘老师活着，我也希望刘老师活着。”孩子们纷纷附和。哈哈哈哈，活着，这在恐怖副本里是很好的祝福了。这个副本绝对是壮哥黑历史，先是被母牛踩，又是被吓成这个样子。邪神的威压，你们不懂，只能说院长不是一般人。男人又向我走了2步，正好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刘二壮撑着身子往后退了几步，威压铺天盖地而来，我想吐。男人的眸子是金色的，眼底是不属于人类的冷酷和漠然。我勉强站直身子，与他对视。男人凑近我的耳边耳语道：“你跟我一起完成他们的愿望。”我貌似没有拒绝的权利。邪神低语：“邪神大大在我耳边低语吧。”新人是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和邪神说上话的玩家。P.S. 以上玩家最后都成了高级副本的 BOSS。我抬眼盯着他金色的眸子：“好啊，但是之后你要放我和刘二壮走。”男人答应了。哈哈哈，邪神从不守信。邪神要是信守承诺，我把键盘吃了。孩子们的愿望其实很简单，日常的、琐碎的、具体的，他们只是想被爱护和陪伴罢了。随着愿望一个个达成，孩子们一个个消失。我们陪着小雪做完叶子标本之后，我给她梳了一个漂亮的发型。小雪说：“院长妈妈、爸爸，谢谢你们。”这已经是第5天的黄昏，现在孤儿院的孩子只剩下安安了。安安这2天过的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的正常婴儿生活。男人问我他的愿望是什么呢？我笑了，安安的愿望已经达成了。我剪断了安安的脐带，安安呜呜几声也消失了。孤儿院偌大的院子里只剩下我和男人。男人看着我道：“你留下陪我吧，人类。你不用再承担人类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我会赐予你最大的力量，你成为我的护法。他们会恐惧你，赞美你，服从你。好家伙，直接变成护法。邪神大大，我也想当你的护法。活着不好吗？楼上的邪神很喜欢院长呢。”男人的语气不是商量，是通知。可是我不想舍弃人类的恐惧、开心、担忧、痛苦。我也不喜欢做谁手下的护法。
这几天我也听刘二壮说了，这个男人是邪神。我踢开地上的石子，真诚地说，我希望再保留几个小时人类的身份，午夜0点之前，在我离开之前，我将成为您忠诚的仆人。我拉着刘二壮遛弯、浇水、烧菜、挤奶。刘二壮满脸担忧，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就要变鬼了。你知不知道，只有人类才能离开副本？我剪掉干枯的柳枝，对着刘二壮说，没办法，你祈祷之后别遇到我。刘二壮，哈哈哈，我已经开始期待院长的副本了。院长直接从新人成为 boss， 也是牛掰。可是我想看院长打副本。0点之前，邪神在我的手心刻上金色的烙印，繁复的花纹在我手心成型，灼痛但是能忍受。第一次看邪神这么温柔，之前每次不都是掐死再随便划拉2下吗？虽然我看不懂邪神烙印，但是总觉得和其他那些鬼怪身上的烙印不太一样。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迅速的消失，我的手脚变得冰凉。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这就是变鬼怪的感觉吗？我看了看刘二壮，觉得自己动动手指能够掐死他。我看到离开副本的通道开启，我跟邪神说，我去送刘二壮。壮哥居然活了下来，壮哥可以吹3年。主要是院长牛掰，邪神甚至看不上壮哥。我跟刘二壮一起上了离开的通道。系统，我要用道具逆转我自己身上的时间，3分钟。我重新成为了人类，手心的烙印消失了。系统的屏障升起，男人没法过来。我看到男人的神情从疑惑转向愤怒。我去，论限制性道具的正确用法，其实也是因为邪神被封印成了碎片，这个副本里只是邪神的碎片，不然系统不一定挡得住。我听到男人的声音，你欺骗了我，人类。我回答道，是你先不守信用，你用绝对的力量得到了服从，可是这不是真的，我们只是出于恐惧服从你。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服从吗？出于爱护和尊敬。我冲着男人摆摆手。我听不到男人的声音了，我们回到了游戏大厅。尾声，直播间，孤儿院副本通关之后永远关闭。为什么要永远关闭呀？之前那些小鬼被玩家杀了之后，不是被邪神复活了吗？因为留在原地的是小鬼的怨念和执念，所以能一直复苏。现在院长达成他们的执念，消除他们的怨念，所以邪神也没法复活他们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知道那些赌新人活不过几分钟的，脸疼吗？院长 YYDS， 我粉上了院长。游戏大厅里，不少人都祝贺刘二壮打通了孤儿院副本，不愧是壮哥，这种副本都能通关。那些老玩家对于这个副本讳莫如深，我就知道壮哥肯定能出来。老玩家都说你肯定凉，我壮哥就是牛掰。刘二壮被恭维的有些不好意思，我静静地站在刘二壮旁边。他们看到了我，问刘二壮，这是新人吗？壮哥，新人水平怎么样？刘二壮挠头看着我，我柔柔地说，壮哥对我多有照顾。这群人都起哄，壮哥，钢铁直男，可算开窍了。刘二壮想要解释解释，但是解释不清楚。我没有再停留，按照系统提示找到自己的房间。根据系统提示，我之后还要再去打副本。我先洗个热水澡。洗完澡吹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手心灼热。我看了看手心，消失的金色烙印又出现了。